好，那我们大概今天会大概简单谈一下什么叫做椭圆曲线密码学。好，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那我们大概先了解哈，那个椭圆曲线呢，它基本上其实来讲，大概是算数学里面当中数论或代数几何研究的课题啊，所以早期来讲的话。对椭圆曲线会去研究的人，大概多半都是数学这个领域的人啊，而且就是大概是不是做数论的，要不然就是做代数几何的啊。也就是说，比较其他的不一定会对它有做比较深入研究啊。那什么时候它这个东西会开始受到密码学的关注呢？当然就是有人真的去实作啊，或者说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法。大约是在1985年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叫做 Koblitz， 另外一个叫做 Miller， 他们分别呢提出椭圆曲线密码学。基本上呢，它这里当然就是用到椭圆曲线。那真正会真的在使用的话，大概是1992年以后了，由 Van Stone 他等人呢提出所谓的 ECDSA 啊，这是一个椭圆曲线密码当中的一个数位签章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数位签章方法呢，在很多的情况下啊都被广泛的使用啊。那因为椭圆曲线它最开始大概也是只有做数学的人会比较关心的啊。那它里面的一些的那个机制呢，如果你没有接触过的话，你当然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有 RSA 公司它当中的所谓的一个 PKCS 编号14啊，它就是准备定义椭圆曲线的密码系统。那在 IEEE 里面的 P1363 以及 FIPS 也将那椭圆曲线呢公开密码学呢也去定义，这个大约都是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事情了啊。那对于椭圆曲线密码，当然也有加拿大有一家公司哈，叫做 Certicon 的就是说它在这方面它也是投注了相当的心力啊，在10年前的话，他们甚至还有提出椭圆曲线的一个挑战啊，现在是没有了啊。好，那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像是我们的一般的虚拟货币，我们的密码货币呢，像是比特币啊、以太币呢，基本上他们都是采用椭圆曲线密码学讲更精确一点，就是他们是用到 ECDSA 这样的那个椭圆曲线的数位签章这个方法，这是相关的它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第一件事可能要问到，就是说我们 RSA 不是已经很好用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考虑用到椭圆曲线？这当然是有原因啊。那美国的 NIST 的这样一个机构呢，它曾经针对不同长度精要的 RSA 以及椭圆曲线密码系统所提供相同的那个计算安全度呢，它做一个比较。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是在虚拟货币来讲，我们一般用到的椭圆曲线，它的密码它精要长度大概是256位元。那相同的安全强度，如果你是用 RSA 去做的话，它大概是需要3072位元。那你从那精要的长度去比，它是12:1啊。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我想要达到相同的安全的一个强度，那我用椭圆曲线密码学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使用比较短的精要。那比较短的精要，它在计算上来说，它
也就会比较快速了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像以比特币来讲，或者以太币，都是用256位元的那个椭圆曲线的那个密码。那我们也可以把刚刚的那样的一个对照表，我们把它绘成这样的图啊。那个下面 X 轴的地方就代表的是RSA 的金钥长度，它到了1万多位元，相当于这边大概椭圆曲线大概也只有500多位元而已啊。所以这个的以安全强度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在相关应用上，我们当然希望它的那个计算上能够更快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椭圆曲线密码学呢，它会在我们这10年以来，就近10年以来普遍的被使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特别是在那个密码货币以来原则上大概一些比较主要的密码货币都是采用那个椭圆曲线密码学啊。那我们这边大概就比较快速的讲说到底是什么是椭圆曲线呢？椭圆曲线原则上我们大概都看到这个事实，它是一个代数曲线。所以原则上呢，这个代数曲线呢，当然是怎么样代数曲线？它是 y 的平方等于 x 的3次方加 ax 加上 b， 它这边有个判别式这判别式就是说，让你这个3次曲线它不至于出现所谓的那个奇异点不是，可以让它的曲线是平滑的平滑的这个一般来讲，当然椭圆曲线的它是一个代数曲线。那同时呢，它也包含了一个所谓的无限圆点无限圆点所谓无限圆点，我们是以非欧式的那个几何来看所以它包含一个无限圆点，也就是说所谓的那个几何第5公设平行的2条线呢，它不相交改成为相交于在无限圆点处这个话它是有加上这一点的。好，那如果说你要把它画出来的话那代数曲线以上面来讲，它是 y 平方等于 x 3方加13，它画出来曲线在那个平面上大概是长成这个样子那另外一种情况 y 平方等于 x 乘上 x 减3乘上 x 加4，它的情况它会变成有2个分量它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这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好，那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密码学它到底是怎么用它你要用它的话，你当然先了解它大概它的里面我们主要它所用那个计算它大概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曲线上有2点，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去定义它一个加法的它的加法怎么定呢？其实它的定义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的几何那我们说 P 跟 Q 这2点，那我们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就直接画它的割线。割线呢，它原则上这条线因为它是3次曲线，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它会再交于另外一点。这一点呢，事实上就是负 P 减 Q， 然后它的对 x 轴的那个近射点，也就是它的那个加法的点，所以的 P 加 Q 事实上就是这一点那相对来讲，它的那个相对于 x 轴近射的这一点呢，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P 加 Q 的复数负的基本上它是以这样的概念。那有人说老师这个加法率，那我们当然在
密码学上真的在做，当然是真的是把那公式写出来了啊。那这里的话，我们当然是先用比较几何的方式去讲，所以这个加法是这样，以这样的几何的方式去架构的。好，那如果说你要把它的加法率把它写出来啊，那这边当然也就它的一些点的公式啊，坐标的公式你把它带进去。那原则上呢，我们大概会分成几种情况啊，3种情况啊。如果 P 跟 Q 这2点相加，那我们大概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P 跟 Q 的 S 坐标是不相同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取 P 跟 Q 它那个截线的斜率啊，斜率的公式呢，事实上就可以把它那个导出来，这就是我们 N 就是它的斜率公式。好，如果呢这2点是重合的情况之下，那我们那个就不是所谓的割线，就会变成切线。那这时候呢，它的切线斜率就是取下面这个公式。好，那第3个也就是说，当它2点的 X 轴 X 坐标是相同的，然后它的 Y 坐标刚好是不为负数的情况之下，那么这2点相加的结果呢，一定是无限原点啊。所以我们这边用 O 去代表无限原点，所以这是它一般来讲它的一个加法率啊，它得考虑的情况。那所以除了第3种情况之外，我们事实上呢，因为我们斜率公式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点斜式，把它那个交点的那个焦点 R 那一点的 X 跟 Y 的那个值，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好，原则上它就可以透过这样公式去计算。好，那我们刚刚也谈过，就是说 P 跟 Q 如果是相同的，它那个所截那个线呢，就会变成是切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2P 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它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这里我们就取它的切线一样，它会交于这一点啊，它会交于这一点。交于这一点，事实上这一点呢是负 2P， 然后它的对于X 轴的近色，我们就得到 2P 这一点啊，得到 2P 这一点啊，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计算 2P。好，那在椭圆曲线里面其实最主要计算是算什么？去算 NP， 去算 NP。那原则上所谓的 NP 就是我将这个 P 点 P 呢，我事实上呢总共有 N 个，我就做相加做相加。那所以我们的计算方式就可以透过2P 呢跟相加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事实上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计算把它算出来。那基本上呢，我们当然会透过所谓的一个2元的一个计算的方式去做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在密码学上用到的，原则上密码学当然考虑的数字不是以实数为主，是以整数为主整数为主。所以它基本上呢，我们考虑的环境呢是要你整个的系数都是整数。那整数的话，另外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要做一个模计算跟 RSA 一样，你要模掉 N。在椭圆曲线来讲，我们要模掉一个 P，P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数如果你是以256位元来讲的话，它就是大概也是某一个256位元的某一个指数我们会称为这样的一个曲线呢，叫做指数曲线另外当然还有一种曲线呢，是所谓的2元曲线2元曲线这部分的话，大概就是会牵涉到一些港乱的一些理论那这部分我们就先把它略过。那我们在虚拟货币来讲，用到的曲线是上面这一种上面这一种。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所谓一个椭圆曲线离散对数的问题了啊，这就跟你的公钥和私钥是有关的。那原则上，像我们一般椭圆曲线密码学里面的私钥就是这个 K， 那 P 呢是已经知道的 ，Q 也会公布出来。那我们一般讲的椭圆曲线密码学的公钥指的就是点 Q。所以呢，所谓的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也就是说，你知道点 Q， 你知道点 P， 我们要反过去推这个 K 值。K 通常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私钥，在这边的话来讲，那我们椭圆曲线密码学里面公钥大部分指的就是 Q， 啊，大部分指的是 Q。好，那这边有一个定理，就是说，哎，你的椭圆曲线它到底有多少点呢？事实上呢，它跟 P 加1呢，它事实上差异不大，它只有差一个 T。这个 T 原则上它是小于2倍的根号 P， 啊，这个事实上这是有被证明出来的。所以即使说你给定了一个椭圆曲线，你不知道它上面有多少点，事实上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式呢，大约可以去推估啊，大约可以去推估一下啊。好，那当然还有一些所谓安全曲线的问题啦。好，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去讲啊 ，ECDSA 啊 ，ECDSA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啊，它大概的过程，它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假设你有个讯息，你的讯息假设是 n 当然来讲，我们也是以一个大的整数的形态来表示，那它当然会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你的 n 呢，当然是要小于等于 n 的话，当然是跟这个椭圆曲线里面它的那个大质数的因子 n 是有关的啊，是有关联的。然后你要把它签署成为一个附录式的一个数位签章，然后给 Bob。一开始的话，你当然先要协定出它的一个精要哈，精要。所以基本上你要先找出一条椭圆曲线。那椭圆曲线它里面它有多少点？那假设它点的个数是 G， 那 G 里面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质数的因子。那通常取的曲线当然是取这样的一个曲线，我们不要取，结果要算出来那个里面的质数因子呢都是很小，那当然就不适合啊。所以这个曲线的选取也很重要。那然后呢，我们在这条曲线里面，我们去找出一个所谓的基准点啊，就是里面一样的一个点。这个是主要是在计算上，我们会透过这一点啊。一般来讲，这一点的话，它原则上它不可以是无限圆点。那它最好情况，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点的 order 啊，它的点的 order 的次数是等于 n 啊，就是我们这个很大的质数。所以那个点的次数是 n 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在上面去做它的乘法啊，比方说 1G、2G、3G、4G 这样一直做下去，结果做到最后它会等于无限圆点啊，等于无限圆点的那个前面那个数字呢，最小的是 n， 那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是它的 order 啊，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点。然后我们的私钥呢，在这边就透过我们这样的基础点啊，去乘上 a 啊，那我们的公钥就是我们算出来的那个点 Q 就是我们的公钥哦，所以这个是在 ECDSA 的那个公钥私钥部分是这样产生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它怎么去做数位签章。它的做法当然在这里的话是比其他的公开精要密码学稍微复杂一点哈。它另外你在做数位签章的时候呢，你要去取一个整数 K 啊，它要满足这个条件哈。那同时呢，我对这个基础点呢，我在做 K 倍，然后我就会得到某一点叫做 R。
那这边分别来讲，这边是它的 x 坐标跟 y 坐标啊。那 x 坐标当然有一个限制，它磨掉 n 呢，它当然不能等于0啊。如果等于0的话，你这样的一个 k 你就要重算啊。好，那私钥的部分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啊，就是因为你签章的人，你当然拥有自己的私钥，所以呢，你的数位签章的计算方式是 k 的乘法反元素再乘上杂凑函数作用到你的讯息，再加上 a 乘上 r 这一点的 x 坐标，然后整个再磨掉 n 啊。那我们在杂凑函数一般来讲就是一般杂凑函数，如果是在虚拟货币以比特币来讲的话，它就是SHA-256嘛，SHA-256，好，所以这要看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的计算公式就是这样算的。那我们当然有可能你这样算一算，x 呢它会被 n 整除，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这个 k 你又要重取，那整个的计算又要重弄啊，所以这个它的签章一般来讲，我们的 k 是随机去取的，所以呢，同样的讯息你在不同次的数位签章上所呈现的内容是不相同的啊，是不相同的。那你真正的数位签章你会有哪些东西要传过去呢？你有你本身的讯息，再加上 r 这一点 x 的坐标，这一点的资讯要传过去，还是加上什么？加上我这样计算得到 x 的值。事实上，你的那个传过去的东西要有这么多啊，有这么多。好，那他要怎么样？对方要怎么样可以去接收呢？来，他假设呢，他这边他收到了这个，所以呢，他要先做这3个计算。他要先算 V1 呢是 x 的乘法反元素呢乘上我们那个讯息再作用杂凑函数磨掉 n。V2 呢一样 ，x 的乘法反元素乘上 r 的 x 坐标，然后磨掉 n， 然后呢分别对这2点 G， 你给它做 V1 倍。Q 也就是我们的公钥做 V2 倍，然后2个相加，看它会不会跟你说 Pn 会不会跟 R 相同？如果相同，你就这个数位签章就可以验收；如果不行的话，就拒绝。好，所以这边的话，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它的那个。好，这边的话，我们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那个椭圆曲线上一个产生精要对的一个程式码啊，是用 Java 写的。原则上这边我们是直接呢，你可以直接就到我们的这个 IDE1.com 这边。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程式码大概是怎么写的啊，大概简单讲一下。那原则上我们的选择这一条代数曲线呢，是所谓的SECP256K1 啊，这一条代数曲线啊，这条代数曲线呢，事实上是比特币呢，还有那个以太币都在使用的。前面这边当然都 import 你一些必要的一些那个路径啊。好，那它这个 class 的名称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在网络上的，它在它这个公司的网络上，所以原则上我们大概就class 名称你就要把它命名成为大写的 main 啊 ，n 要大写。那当然你可以把它下载，然后你再去做处理。前面当然都是做一些。这些都是一些那个椭圆曲线的一些参数啊。
下面的话，这边是椭圆曲线加法，原则上就跟我们所讲的那个加法公式，就是直接把它去实做啊。当然，我们实做，因为我们的数字蛮大的，所以都是采用大整数的那个 class big integer 那个 class 去做的啊，不是用一般的那 long 啊或 int 那个实在太小，那没办法做。好，这边的话是减法，这边的话是乘法。那原则上我们真正在算，当然就是以这个为主哈。好，那我们到那个 main 的那个方法里面去看 ，main 的方法里面呢，原则上呢，我们就采用它这条曲线的参数。这条曲线的参数呢，它的基点，也就是它的基准点，它的坐标，它事实上它这边是用16进位的啊，16进位的。它的 x 坐标以及它的 y 坐标，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准点，就是这样的，它是用16进位的一个方式去呈现。那这条代数曲线呢，它这边去做计算啊，下面呢我们算了，总共有5对金钥对，以及它的那个产生金钥时间的资讯都会在上面啊。那我们把它执行一遍。在网络上执行会比较慢了啊。好，那我们大致可以看前面这边来讲啊，它可能超过它的一个时间限制了啊，超过时间限制。那我们这边也有在我们这里自己的非网络的版本啊，我们把那个 Eclipse 直接把它打开啊。然后所以这边非网络的版本，我这里有多加了一些东西啦啊，多加一些东西啊，就是算我们那个椭圆曲线的点的个数啊，点的个数它事实上是一个质数了啊。好，那我们把它编译执行一遍。所以就 run 出来的结果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再针对它内容来做一些解释。所以呢，它磨掉的质数用10进位的方式，这个它的 P 确实是个256位元的一个质数，然后它的坐标它的那个曲线呢，它事实上蛮特殊的，它的 A 的部分是0 ，B 的部分是7，那这是它的基点，它的基点的那个 x 坐标跟 y 坐标，那它的这个椭圆曲线上面那个点的个数这么多这个数字它确实也是质数它是质数。然后我们呢用安全虚拟乱数呢去产生我们的私钥，这我们的 n 是我们的私钥，然后呢你这边的 n 呢再乘上我们的 p， 乘上我们的基点呢，事实上就得到我们的公钥。所以呢原则上这个是你的私钥。那 x 坐标跟 y 坐标这个合起来就是你的公钥所以你的私钥公钥是这样产生的那它的计算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它是以纳米秒为单位事实上它产生的速度也蛮快的基本上我们这边有产生5对5对都是用随机乱数去产生的